OK，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I am Musa。I am 我是阿根廷最泰的台湾人 ，Yeah baby，and this is Musa's musical melting pot, which is actually a podcast about Taiwanese music, Taiwanese indie music, okay? And the point is to make the world know what's happening here. This is a very special, very specific, very crazy for me. Like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because I'm a fan of the band that I have here with me, and I never imagined that I wa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on this first season of this podcast this intervie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for everybody, Flesh Juicer. Yeah! 血肉果汁机 ，Yeah baby！ 如果我家人在阿根廷，他们不知道，OK， 你的乐团，如果你要介绍，自己介绍，right？ 你们会介绍什么？来介绍自己跟乐团。如果你没有来过台湾，你只要听血肉果汁机，你就可以看到台湾街道的风景，尤其是台中，因为我们的音乐出产有趣又好玩。谢谢。Yeah. Okay. Yeah. So Zero, how about you? How will you introduce yourself, man? OK， 我们的话就是，如果你来台湾，欢迎来看台湾最强的表演。Yeah, man. Let's go. Taiwan Top On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think are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you are seeing something that I think is really special and really unique from here, from Taiwa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specific elements for this band that are, for me, really amazing, and they really they really represent a big part of this island that usually is not on the media. First, 为什么你们用这个名字 like 血肉果汁机 like why Flesh Juicer as the name of the band? Why? 这个是以前我们要报名一个什么雅马哈热音大赛。2006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团名，后来我们的那时候的贝斯手就随便想了一个名字，其实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对，真的吗？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要玩的是 death metal， 对，所以他就想了一个也比较 death metal 的名字，这样，对 ，Flesh Juicer。哇，是，然后那个比赛怎么样？那个比赛，我们蛮烂的。I saw the band live several times， 我看到你们的乐团表演，and then how the fuck you make it so tight? The band is really tight. Live 表演的时候，像是一个 watch. It's like amazing. It's like there are no like 我不知道你们排练每一个礼拜几次，或是怎么这个东西比较音乐的问题。Like 什么会那么 like 那么 tight？ 那么紧，有太我知道紧的，太，对，太血，对。我们 How you make it？ 我们以前是一个礼拜练一次团。对，多久 ？Like 2006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练？每个礼拜一次，晚上8点练到晚上11点，差不多。哇，对，可是每个礼拜练习其实真的有差，真的有差。对，肌肉的记忆所有全部都在。而且以前我们的练习，我们都会说我们是血肉舞蹈班。我们是那个，就是大家都要有动作啊，然后对。你在练团的时候，你就要在里面充分的表现你在舞台上会做的东西。对，因为如果你在练团的时候不做，你在现场其实你也不会想到要怎么做。对，所以我们在练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想一些，像。我们有一首歌叫 Love You 99嘛，爱情99，我们会全部一起 break down 这样一起摇，那个也是在练团想到的。对，所以我们练团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对啊，哇，对啊，第一很开心 ，but 第二有一些 like 谁想到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个制作人会想 ，OK， 需要做这个，需要做那个，都像导演之类的这样。对，应该没有，因为你们是一个团，所以这个 OK， 我们需要排练动作。Because 我们在拉丁美洲这个很基本，大家都会排练一些跳舞或是什么东西 ，right？ But 这边乐手，就用头脑玩音乐，差不多。我的不是这样吧？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团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 Gigo 他会去想到表演的画面，
所以他会跟我们说，比如说，像疯狗，他可能像我可能我以play 的状态，我原本那首歌就是有挖米的这个东西要去踩，可是他会跟我说，我想要你就像那只疯狗一样疯。可是变成说，我就知道说，我要去甩头，那边就会想说，不然我就放个 program 在后面垫。可是我的画面是可以好看的，或是可能他会希望说，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转圈啊，或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然后其他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平常聊天聊干话，忽然间说，不然我们那边做什么，就做这样。或是在练团的时候，因为你就玩自己的，对，玩一玩，你就会忽然觉得，这里可以这样子，对，所以才说练团一定要玩，你不玩，你绝对不会。在现场绝对做不出这种东西。对啊。而且我觉得练团有个好处，就是你动作再大的时候，你到比较小的舞台，其实对你来讲，你完全可以掌握那个状态。Yeah， 对。对，因为音乐不是只有来声音，表演是非常重要，分享你的歌的意思。对，对不对？我有时候表演跟 R&B 歌手，或是不同的风格，然后排练的时候，我们都不练习跳舞，然后我们乐手也不太动一动，然后我就这个尴尬。Yeah. In Taiwan, okay. Yeah. As I said before, people don't really listen to death metal a lot, right? They don't really listen to this style of music. So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like to know is what took you, or why do you like this music, this style of music when you were a kid? Okay. 立新，我新哦，好，我新，大概我阿林，讲台语，he speak in Taiwanese. I'm sorry. 国中的时候，因为以前爱玩，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去打网咖，然后那时候打 CS 一直输。然后我旁边的那个朋友就是我的同学，他就跟我说 ：“Yo bro， 不用在那边生气，这张专辑放下去不会弄。”然后他就进去里面就是 Linkin Park 的 CS 的画面跟那个音乐有点融合在一起这样。然后我就从那天开始就跑去那个唱片行，然后我就去买那个，因为以前没有什么串流，没有网路，所以我就跑去唱片行买了他们的 CD。然后就开始每天听，然后越爱这个音乐啊。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普及，后来就买电脑就有那个网站后来我就一路就它有那个 link 可以 link 到别的乐团这样，然后不知道怎么link到后面就又发现，怎么会有一个乐团的脸全部都戴那个面具，然后就 Slipknot，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对，然后从 Slipknot 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在听那种音乐，你会开始追求越来越想要 more， 你要多一点，然后我就一路这样听到那个 Slamming Brutal Death， 就一路哒，然后后来又开始回来听一些流行乐，对，听 new 的东西这样，对，从 new 然后从轻到重，对，我重到跳这样，对，我就一路这样子回来，对啊，现在回来就开始会听很多比较流行的歌，因为我觉得流行的歌其实它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生命力在这样。你说流行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像是以前我可能不会听 Billie Eilish， 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音乐这样，因为我很喜欢听的就是那种就比较 Cannibal Corpse 或者对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啊那是什么 Pussy 音乐什么东西。可是现在回来听就发现说他们的 vocal 一进去，他的音乐构造那个氛围，为什么他有办法可以让那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它是有原因的。对，他可以就是把那个故事画面架构出来，那个东西我才开始听完那个再回去研究 metal 音乐，才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屌的 metal 音乐，他们都一开始就有在做氛围这种东西这样。So how about you？ 为什么你们不是同学？对，不是，所以为什么你开始听 metal？我也是在国二、国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也是听，都是姐姐听什么我就听什么，他们都听伍佰、张震岳，因为你就听 band 的东西，就是越听你就会觉得很爽这样。可是到了国中的时候，那种血气方刚，血气方刚，Musa 你听得懂 ？No， 我不懂，就是帮我翻译 Fire。Got more power in your body, but you can't release it. Yeah， 对。后来那时候就在我姐姐桌上看到了2张专辑，一张是 Mary Levinson，Antichrist Superstar， 后来另外一张是 Sonic 闪灵的，我也忘记哪一张叫什么名字。十殿，应该不是祖灵之流，对。
我就听到这2张，当然不意外的，我那时候放玛丽莲曼森，哇，我觉得超级好听的，我觉得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美妙的声音，这么好听的音乐，后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放的时候，我妈妈还跑来我房间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音响是不是坏掉了？”对。Right? 对，因为就是那一种 distortion， 他会觉得好坏了。我很想分享一件事，因为我以前住台中的时候，买了吉他嘛，然后那时候在播那个 Slipknot 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好难练哦。然后我就去听那个 Slayer， 不是他有一首歌 Raining Burn， 我就一直在练那个跑马，啊，我阿妈就是从旁边经过，然后他就很生气跟我说：“你怎么整天都在弹这种东西？你不能弹一点有建设性的东西吗？”对，好，分享完毕。对，一直在练啊，可是那个是有这个真的有差，因为你练完那个跑马，你发现你要去弹别的扣的，就是你要去猜那个 riff 的时候，你发现你忽然间瞬间你会很轻松，对，你可以很快就达到那个状态，这样。Technique，But 台中，talk about your city. Oh, okay. Our city, windy city. They say that Taichung is like Chicago, right? 台中就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yes， 然后那里黑道很多，对 ，many mafia， 布鲁克林区啊，然后，yeah，以前在我们写一张 EP 叫 Brutal Taichung 的时候，那个时候台中的治安是全台湾最差的，对，倒数第1名，对，人家在票选前3名，我们是倒数第1名，就觉得哇，好屌哦！我可以补充一个，因为我住我家，然后我们家对面有一个旱溪，然后外面那边就有很多槟榔摊，然后很长时候都有很多飙车族在那边，所以我在那边很常听到枪声，就是在追或者干嘛，梆啊，然后听久习惯了。对啊，就是大概就是你听到声音，然后就会有同学或是有一些朋友亲戚他们可能来，就是那什么声音，我们就那个是一个枪声，对啊，按过去了没了，追过去。Many people 我觉得这个不好意思，or 讲这种的东西会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丢脸 or whatever right？ But 你们觉得这个let's say 台中的比较根源的事情 or like 特色right gives you pride。对，我们很骄傲 from the 黑道。我们很常去跟一些国外朋友讲说，介绍我们自己的城市，就是说有机会你一定要来台中玩啊，有几条街，就是有些地方晚上先不要去。因为那边可能晚上要我们带你去这样。这个也会影响你的文化、你的音乐、你的生活方向，会影响很多。我们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在台中的 Brutal Taichung 的回忆放进去，对，只是他们是呈现在 Hip Hop 上，我们是呈现在 Metal 上面这样子，对，屌 ，Yeah baby， Yeah，Like the temple culture right？ 你们也放这个文化，的道教 right？ 在音乐里面 MV 很多是非常重要，因为分享一些这个道教文化，这个先给阿林说，好，他爸爸就是神职人员哦，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当机，我想一下，当机就有一点就像生下来的，当机，然后他因为小时候我爸可能就是会他的状态，还有就是我爸的观念然后还有从小时候我们可能他很常要去，比如神明要去外面别的庙拜访，对，然后我们小时候就会去，所以有时候就会看到整个画面这样听到很多音乐，因为庙里面都会放这种音乐这样，所以我大概从小时候我就是有这个概念这样。然后加上说就是我以前很爱玩，所以就是比如说晚上就是会去找朋友去探险之类的，然后朋友可能被刷掉，看得故意啊，看得故意我不代志，就他卡到，然后他就是他出事我没事这样，带到我们家我就会被我爸一直骂说怎么又是他，然后你干嘛要带他去别的地方这样，所以其实就诸如此类的一些故事，因为我很常会跟他分享说，我们最近又发生什么，小时候发生什么东西，然后他因为他也有一些就是
就是有一些兴趣在这上面，庙宇文化或什么。然后所以我们在写歌的时候，他在歌词上面在写的时候，他就是我在跟他在聊过程中，像上山有一些故事，就里面也有，然后就是相关东西。然后像音乐这部分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写歌，因为主要是编曲人这样，那我会去按照这首歌的画面来去呈现这个东西这样。那我觉得虽然说是小调五声音阶好了，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在配上不同的东西上面，它会有不同的颜色。Yeah. 那我因为其实大概都会知道每个乐团在做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每个编曲人应该都会知道这个东西。那我也会配合说，像 Gigo 他的歌词跟 melody， 他的创意、他的想法、想象的东西进来，因为我们东西都是他会先编一个故事 ，OK， 然后我就照那个故事的感觉，他会跟我讨论说，要怎么样的氛围嘛，颜色，我再去把这东西补进去，然后最后我再去想。那这个东西现在缺什么？那我觉得我的那五声音阶灌进去也不是随便乱灌，而是我想把它灌成是，它是一个进入你脑袋，可是我又可以听到这东西以后，可以完整的去听到它的概念。Yeah， 对。Okay, so what about the Pighead? Pighead， 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is? 2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台湾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拜拜的时候都会有大猪公在那边，会有一只大猪公躺在那边，所以就会觉得只要看到这个，就会觉得那一天蛮吉祥的这样。对，是拜拜的日子。另外一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学会了 Pig Squeal。对，我就学会了。我想，刚好跟这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带猪头了。You said 你学 Big Squeal。你学 Big like 学 that is interesting for me because you said you studied or did you practice or how did you practice this? 听人家做啊，你就会去想象你的那个要怎么做啊，你就自己 try 这样，就 try 到最后。有一天我在洗澡，洗澡我就想要来 try 看看，就把它推到鼻腔，我就 breathe 出来了，哇，好厉害啊！So they okay, these are like 你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喉咙这样就我觉得 metal 的这一种唱腔嘛 ，Yeah， 像 growl 啊、yell 啊、screaming 啊这种东西，因为我以前曾经教过这种唱腔，基本上爱听这种音乐的孩子，他们学这种东西都学得很快。对，人就是你听什么东西，你模仿这个东西就会很快。但是你要找到对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对的方式，你的喉咙会受伤。我以前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喜欢 Slipknot， 后来我就学他唱，其实那时候你也真的是用喉咙硬唱，of course， 对。后来那时候唱一唱就觉得喉咙很痛，后来就看到班上同学有人是合唱团的，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用腹式发声？”他就跟我说：“你声音就要嘹亮啊，怎么样放在腹部啊？”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练，我就发现原来腹式发声就是像现在我们讲话就是从肚子来。对啊。后来之后在听别人的音乐的时候，就开始去模仿他们的声音。你要先会有一个对的基础，再去模仿声音。对，其实差不多就这样。Technique， 如果你没有练过，怎么做得到？可能真的会影响很多，you know what I mean？ 对 ，Yeah， 不容易。它也是一个技巧。Yeah， 是一个技巧， it's a technique。OK，so 我有带一些音乐 ，OK， 我自己想听。那个是一个 synth， 后面 synth， OK， 到这边，好啊。Live, with respect to the recording, but live they sound better than this because they sound just like this, but also you're listening with everybody around you, like so. It's the band is amazing live. So yeah, that's true. Yeah, man. Yeah, for sure. Because you're 分享 the fire with everybody, so you feel it 10 times more than if you're 自己一个人听 you know? Yeah.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next song, which is like okay, turn off the song. Okay. You know, the sun. Okay. The sun. So good, man. Okay. I want to ask about the recording because here the music in general is very focused on the vocals and the melody. So you will hear in the mix of the music, vocals here, the melody right here in your face, and the beat, the groove, the panzo, the accompaniment will be really accompaniment, will be homien, like will be in the back, meaning you're not going to hear a lot of drums, you're not going to hear a lot of bass, you're not going to hear a lot of all of that. Where the fuck you record and who mixes the music? Because the band sounds like you're not recording here. 我的意思就是说非常不一样，所以你们在哪里录这个制作的方向？那你这样讲，我团员会很爽，因为那个就在我另外一个团员那边录，然后 mix 是他 mix， 然后送国外嘛，这样。对，他也是去 LA 读回来，他 MI 的，MI 的。是那个 Matt， Matt， 把美国技术带回台湾。他来自 Prototype Studio， 因为他东西出来，所以带有一些国外的文化，对不对？You see, yeah, man, because the meat is so nice, so like you can chew, you know, chew. You can chew the guitar. Chew the guitar. You can bite. Okay. It really feels like okay. So paise, okay, and then they will turn the light off. Paise, they will turn the sun off. Paise, they will close the world. They want to kill us all. 张泽国文士 Who are they? Shadow government. Yeah. 你感觉在哪里？你的头脑、你的想法，你在哪里？灵魂在哪里？ Like what are you feeling? 这首因为我们写的东西，除了 Golden Tidesboro 这张专辑以外，我们其他的歌其实都是写的比较像是那是叫什么 Conspiracy Theory。因为我从10几年前我也一直在讲，就是那我可以在这里讲吗 ？Illuminated。Yeah, you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We're in Taiwan, baby. You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对，就是我就是觉得他们的存在，还有他们会一直要处理人类，对，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好啊。我喜欢自己，那叫什么？有点像是 fairy tale 这样 ，Yeah， 就是你乱想一通，变成一个童话故事这样 ，Yeah， 对，I feel the kids like they are repressed， 他们有感觉，可是他们一直都会放什么压抑，要放里面不会出来 ，right？是，我们把他们引导出来了 ，Yes，OK， 是不是？你们会想到要做这种，或是你们没有想到，能突然有这个？可是这就是血肉果汁机 live 好看的原因。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点是我们喜欢表演，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股那个，我们的能量我们需要出去。我们要把这东西炸出去，包含我们有一个很健全的团队，一起帮我们把这东西打出来。这样，那我们也希望来我们这边的人是每个人都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因为你如果是拿个手机在那边拍，然后你在那边好像就是你没有进到这个感觉里面跳啊，或是玩啊，或干嘛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就是没有把你的那个感觉把它压抑，把它丢出来，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来看我们的表演，它虚脱了，结束了，回去你又是一个新的一天，你要去面对。不是一模一样，是你差不多跟你爸的工作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因为是一个仪式 ，like a ritual， 大家都会去，and then 会放里面的东西，外面，对 ，yeah， 洗一下灵魂 ，refresh， 洗灵魂。回家睡觉
寄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对，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人 ，Yeah， 不管是乐团还是艺人 ，Yeah， 有个东西很重要，核心价值就是我觉得血肉有一个非常一个核心价值就是沙班现场，因为像之前 Gigo 他提出的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说哇，这个 slogan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变成说我们所有包含我们的技术团队、我们的团员，我们会一上台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后面的团或是后面艺人他们不用演了，因为我们就 kill the show， 就是 it finishes here， 而且我觉得那个结束这边，我们的 finish 是直接连同我们的我们的歌迷的朋友，就是我都会把他们称为是朋友这样，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是 artist， 你也是 artist， 我们的 Fledge family 就是我们旁边的团队都是 family， 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艺术品出来，对，然后我们 kill 掉这个 show 啊，看你后面怎么接。我血肉的音乐就是一个风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音乐都是风景，就像你说的，不要去复制别人的音乐，对，因为你不是那个国家的人，你复制不了他们的风景。Oasis 他怎么做就是 Manchester 的风景，对 Manchester， 对，后来血肉就是做台湾的风景，这样子啊。可是你刚刚有讲到哦，原来除了做风景以外，你的音乐还有办法连接每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土地上面，这是很屌的。我觉得最重要也不是 like 是音乐 ，but the 身份的意思。Being from this island, if you can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it is to be Taiwanese。哦，我们台湾人啊 ，Yeah， 我们台湾人。我想讲一件事，就是说，诚实面对自己这件事。Yeah， 你就是一个台湾人。温柔台湾人嘛，然后我们也在诚实面对我们的音乐，我们是台湾的音乐，我就真的就去把台湾的这个能力，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做音乐，我们会一直做台湾文化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喜欢台湾这个地方，台湾有多棒，台湾的人情味，台湾的风景，台湾的所有东西，这样，对，Yeah， 总而言之，我觉得台湾 No.1 啊 ，Yeah baby，Yeah， let's go。How about you？我刚刚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热情、单纯、可爱，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太单纯了，所以我们会有太多疑惑，会觉得别人很帅，可是要知道，其实咱台湾人讲台语才是最帅的。Yeah， 我每次在网络上看到外国人讲台语，我都觉得哇，看太帅了吧！因为咱讲台语就真冲啊，帅对不？而且你要讲吗？你不要讲啊！而且我讲一个用台语唱歌这件事情，它的 Q 口音，Yeah，进去了他的那个 key pad， 就那个气魄，它的力道，那个 dynamic 是 very strong。Yes，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对，哈嘎。原住民的母语跟台语，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最棒的一个文化。这个大家都，如果大家都记得就是你会讲母语，你就要多讲，因为母语才是证明你身份的最重要的东西。没错，对，没错。To close this show,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 really have a connection with this island.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express this. And for me being here, I'm a musician, I'm just a player, right? And for me being here, doing this, talking about Taiwan to all of you, it's really very special. There are 23 million people here living their lives, writing songs, doing art, with dreams, with hopes for the futur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at live here and consider this place their home, and they're proud to be from this place.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have some record that this is going on. So I'm really happy that in this episode we have 血肉果汁机 Flesh Juicer to talk about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Taiwanese. So Gigo or Gigo, as I would pronounce it in Spanish, and Zero or Cero. Yes, as I will pronounce it in Spanish. Thank you so very much for coming here, okay? Thank you. Gracias. Gracias. Vamos. Yeah. Okay. 谢谢大家，拜拜，ciao ciao，gracias。